早上我上市场捡漏去了，卖鱼那老小子着急回家打麻将，这一兜子10块钱给我了。在那儿我也看不出来多少啊，我们回家一到，感觉那小鱼都有100-200条。我哥收着2个来小时都要掉眼泪了，还整贼腥，拿白酒胡椒面洗的手。后来不由得发出一句感慨，他说给那鱼洗白这个工作太难了。完这些鱼，来点上豆瓣酱，直接给我奶做了一盘酱焖小杂鱼。然后年底了，单位分了不少肉，我把骨棒排骨挑出来了，给我奶做酱骨棒和铁锅炖。今天正好发一下这2个酱料啊，年夜饭可以安排一下子。要不你过年回家躺着啥也不干，跟个蛆似的，你妈用不了大年初一就得给你撵出去。这个是酱骨棒的料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酱料。这些料我酱了4块骨棒。然后你们要记住一个事儿，就教程类的视频看的是料不是量，因为像颜色和口味是要根据你的硬件来调整的。文中提到的硬件大概指的是这几样东西啊。然后这是个非常基础的酱料。铁锅炖的料呢，因为水比较多，再加点盐就可以了。然后像酱焖鱼啊、鱼子这样有点腥的呢，再倒一口白酒就可以了。那酱料嘛，酱还是挺关键的。我在家用的是这个葱伴侣，这个其实我不说，你在超市买的也基本都是它。它是90天足期发酵的原酱酱，没有添加剂，酱香味也浓。然后这甜面酱呢，可以做个京酱肉丝，这辣椒酱稍微调调味儿就可以做部队火锅。我就寻思今年年夜饭来个辣火锅，这红彤彤的还冒热气儿，一家人吃多舒服呀。完我奶说，只要桌上有那啥，别的菜你爱啥啥。来吧，尝样了酱鱼、碧虾、松米、铁排鸡、白菜、犀牛羹、墨子、酱蛋、酱骨。完今天上我奶奶吃饭，我看我奶手腕也提高呀，我说你这怎么赶时髦啊？我奶说不是，在家洗线衣劲儿使大了，手拧了一下。他说就赖你，穿背心呗，穿什么线衣，冷点能咋的？哎呦，我这个太绝了！你要跟着学，你在朋友圈就是第一。来啊，海盐、黑胡椒、橄榄油，哎，你就这么给它抓一抓。都出去洗过澡了，按摩过吧？是你回报大自然的时候了。一天想用邻居家的，不想花自己钱。大蒜、小柿子、柠檬片，这些玩意儿就跟你妈的围巾似的，就照相用。我忘照了。哎呦我去，200度，40分钟，中间吸一下油，重新摆盘，这事儿就成了，哥们儿。准备好要当爹的喜悦了吗？这个音乐不行，这个。行了，这浪漫的我也来不了，这给这屋造的，这得收拾到几点去？但我尝了一下，绝了，铁子，就是柠檬和柿子的汁水不酸，然后迷迭香还很香，还有特别重的那黑胡椒啊！我的妈，神仙啊，这是，太伟大了！然后咱们再来一杯荔枝小酸汤。我没了，太爽了，没我得趁我没窜之前把邻居这玩意儿还回去。看不出来吧？我问一下子，是不是大伙都这样啊？做饭不知道做啥，出门不知道吃啥，外卖不知道选啥。看了一圈美食视频之后，最后泡了个方便面。更可气的是，我以为俩人能商量呢，但是我上一秒看我弟那个手机横着还在那嘎嘎笑呢，下一秒眯眯个眼睛说困了，告诉我嘿嘿随便整啥吃啥，随便我他妈。哎，你说他这个死出像不像你那个栽在沙发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对象？来吧，我这个炖豆角有点东西，因为你得在五花肉里挑豆角吃。我又在冰箱里翻出了2斤鱿鱼须，感觉得买7、8年了，给它扒拉出来得了。还有这个解决随便的最好办法，你把你家楼道你那个墙皮抠下来，拌里头好吃的新疆大盘鸡。最后把昨天剩的俩菜热热，烩成一锅面条，管咋的，这是顿正经饭呢。来看看今天的随便啊，椒盐鱿鱼须、炸鱿鱼圈、大盘鸡、五花肉炖豆角、红烧肉面条、原汤牛肉面条。我做到这儿，我这个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哥，为啥没整个锅包肉啊？你看没看着他这个死出像不像你那个对象？净干的没屁搁了嗓，还死来奶事儿。哎呀，饿呀，不知道吃啥呀。我都刷了3个小时了，就想出俩菜，跟他妈屁崩的似的。但是这个屁崩的我，那是如雷贯耳、醍醐灌顶、如梦方醒，那个如痴如醉呀。这水平咋样？小学毕业证凭没人考的，寻咋回事呢？这一下可是给我崩悟了。我不知道吃啥下饭，我直接吃烩饭就得了呗。但烩饭这玩意儿吧，有点意思。在我家这不就是剩菜泡饭吗？哎，那不他妈折罗吗？哎呀妈呀，折罗摇身一变成网红了。有首老歌唱得好啊，不是你不明白，是他妈世界变化快呀。这俩就是我扑出来的那俩菜，一个是一咬会爆汁的煎豆腐，一个是用25个蛋黄炒出来的小鸡翅。哎，这俩都好吃，但你外卖可能买不着啊。我再普及2个生活小常识啊。第一是茄子香不一定油大，但肉多茄子必香。第二是炸完东西的油可以趁热喝了，因为原汤化原食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焦虾、翻肥烩、黄翅、香麸、墨茄。妈呀，坐着我才发现菜咋都一个色呢。哎，你看这老小子拿手机要照照片，完发朋友圈了，说哎呀我好累呀，我又做了这么多菜呀。
他们现在一撅屁股都知道拉几个粪蛋。实在不知道吃啥了，问我弟，他抠半天脚说要不整碗麻辣烫吧。哎，你说他就从来不吃那个老爷们吃的东西，这玩意儿不应该是两个小姑娘胳膊挎胳膊唠一道八卦吃的玩意儿吗？这俩姑娘上厕所都一起去，你信不信？完了，我弟还说要吃老式的，你说他他妈才多大，他吃老式的？问题我他妈也没多大，我不知道啥是老式的呀。那我还能上我太爷坟头问问去啊？我吃不了这磨磨唧唧的玩意儿，我整点猛男吃的东西，牛仔骨、煎鸡排，还有20来块钱买了一块假鳕鱼。我告诉你，不管多好个老娘们约我出去，我都必须得吃点肉。但我也没说不给你吃菜，这个蒜蓉金针菇我几乎是必做，因为我希望明天的你能通过点什么东西想起昨天的我。但你要说你消化不好，后天才能想起来，我也没啥意见。这个蒜香黄油馒头片，你想象它有多香，它就是你想象的100倍那么香。到最后我还是调出了老式麻辣烫的那个酱料，但我感觉他家厨房这个环境不太老式。我准备拿镐把给他家厨房吹成校门口的小车库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煎假血、香鸡。黑仔、蒜针、老麻、蒜黄鳗，哎，这一顿吃的比你在半地下室吃个麻辣烫配个炸肠、炸串、烧饼子啥的强点吧？那一锅让他吃去吧，我不吃老娘们吃东西，我就吃肉。今天给铁锅开个锅，咱们看看在零下20度的雪地里吃顿火锅是种什么体验。这天啊，可乐倒出来就是冰沙，给我爸买了一桶冰糕，恨不得能砸钉子。那现在好多饭店不是都吃冰煮羊吗？我说咱也赶赶时髦，咱吃冰煮羊排。哎呦我天，这么吃肉是真香，就是天冷好像把吃肉的幸福感又加了一倍。完，我们同学说这饭得细品呢，这得坐着慢慢吃啊。我说兄弟，这天坐着慢慢吃，吃完怕不是得把腿锯了吧？完，我哥非说桌上空，进屋又拌俩凉菜，真的，这也就是在自己家吃饭。他要敢在社会上这么吃，我估计他妈够判的了。完还敢喝铝罐可乐，我都怕他一使劲那舌头粘罐上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看天冷，但吃的贼全乎，什么牛羊肉、青菜、午餐肉，就连毛肚都准备了。你说这会儿人得多馋？完说吃这不冒汗，那边我起个炭炉子，熏了个辣锅，等会儿在小灶里再涮点鸭肠和毛肚。我说不对呀，我怎么没吃着冻豆腐呢？我们同学说我都帮你藏雪里了，到时候你就说你家冻豆腐就是地里长的。哎呦我天，没他妈气死我！我说你可真有梗呀，哥们儿，你脑里是不是全是梗啊？他指定是有点什么毛病，这天光脑来吃饭了，得亏家里帽子多呀。这都是刚入冬的时候，我俩在得物拔的草，万万没想到这一顿全用上了。他家还有挺多可爱的围巾帽子，而且现在还有官方的限时补贴活动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可以根据你们那儿的投标温度选一下啊。但是最有心眼的还是我弟，他妈给我冻死他都不带冷，我都怀疑他那衣服一拉开比这锅里冒热气都多。最后下点主食，吃点面条饺子，完身上越吃越暖和啊。我们偷摸把我爸那一大桶雪糕打开了。最后给你们个人生建议啊，就是吃东西啊要学会适可而止。这帮老小为解馋，一人吃他妈10来个球，晚上1点多他们在各自的马桶上望向同一个月亮。